每年都会举办一个 YouTube 的创作者峰会会议，在去年那次峰会邀请来了在 YouTube 上面有接近9000万订阅的博主 MrBeast。他分享了所有他使用的方法和技巧，让他的每一部影片都能够成为爆款影片，获得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观看量。今天这期影片，我就把他分享的所有经验都总结出来，告诉你他成功的秘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Grayson。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欢迎订阅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首先第一点就是影片话题。MrBeast 认为影片的话题非常重要，影片的话题能够决定一部影片是否能够成为爆款影片。影片话题需要简单容易理解，任何人看到这个影片话题之后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感兴趣。你不能够假设会有很多观众感兴趣这个话题，当你越这么做，你就会发现你潜在感兴趣的观众就会越来越少。你的话题需要让大部分观众都感兴趣，你的话题需要和你实际展示的内容是一致的。你不能够说你的话题展示的是一方面，而你实际的内容展示的却是另外一方面，那么观众是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影片的。这 MrBeast 也举出了自己的影片作为例子，他有部影片，他的话题是他被 FBI 逮捕了。这个话题是大家感兴趣的，也是大家容易理解的，并且观众会好奇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还举出了一个反例，标题是他被他的哥哥逮捕了。虽然这两部影片都是以逮捕为主题，但是如果是以他哥为主角，那么很多观众就需要一些背景的知识才能够知道他的哥是谁，这会间接的降低观众兴趣度。第二点就是影片的标题。标题是决定一个观众是否要点击一部影片的关键。你的标题需要简短简单，很多人会把标题做得很长，并且放入很多的信息。其实越简短的标题更方便观众阅读，并且你的标题需要非常容易理解。当你的标题越直白，所有人看到这标题的时候都能够立马明白，观众就会更倾向于点击观看这部影片。如果你的标题里面出现了很多专业性的词语，那么很多看不懂标题的观众就会立马跳过你的影片。他也举出了2个标题的例子。首先第一个标题就是他提供$10万让人辞去他的工作，另外一个标题就是他提供$10万让在餐厅里工作的人员辞去他的工作。第一个就是 MrBeast 真正使用的标题，这个标题非常简洁简练，没有过多的修饰，让人一看就明白。而第二个标题虽然加入了详细的信息，但是这样就显得标题很长，并且这加入的额外信息并没有达到建立观众兴趣的目的。所以标题一定要简练，并且能够激发起观众兴趣。第三个就是影片缩图，影响观众点击一部影片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影片的缩图。如果观众不点击，就代表着这部影片没有观看量，也谈不上成为爆款影片。在你的缩图上面需要准确传达在这部影片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信息，你不能够在缩图上面放一些你影片里面根本不存在的信息，这样就是误导观众骗点击的做法。第二点就是缩图需要和标题一样，简单明了地告诉观众，如果观众点击了这部影片，他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第三点就是你的缩图需要有明亮鲜艳的颜色，这样的缩图才会脱颖而出。如果你的缩图没有办法在一堆缩图里面抓住观众注意力，那么是很难让观众点击观看这部影片的。他还分享了他平时使用的缩图策略，让他每一部影片都能够成为爆款影片。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每一部影片他都会准备2到3版的缩图，当他发现影片开始表现并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更换另外一版缩图，去看这一版缩图是否有提高影片的表现，展示点击率是否有增加。透过这个方法拯救了他很多部影片，让这些影片得到更多流量。第二个方法就是观察缩图在不同设备上的展示，他的团队会看他影片的缩图在1路上面的不同设备展示，他们会像观众一样去浏览 YouTube， 去看看这部影片的缩图在电脑端、手机端是否看得清晰。特别是在手机端，因为手机的屏幕更小，所以你就要保证你缩图上面的信息在手机端上是能够看得清楚的，不然这一切的功夫都白费了。第4点就是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你需要重视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同时也要想办法提高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是指当观众点开了这部影片，他们看了多长时间。例如一部10分钟的影片，所有的观众都只看了3分钟这部影片，那么这部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就为3分钟。YouTube不仅希望你能够吸引观众点击观看你的影片，同时也希望你能够留住观众，让他观看你的影片。你需要重视你影片的开头，你的开头需要做出回应，你需要再次帮助观众确认你影片所讲的信息是和你缩图和标题上面展示的一样的。
他也举出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例如缩图的标题是讲你在吃香蕉，但是当观众点开这部影片之后，发现展示的是你在吃苹果，那么这就会造成了你缩图的标题没有展示出正确的信息。同时，如果你的影片是关于你买香蕉，那也是不符合的，因为观众想要看的是你吃香蕉，而不是你买香蕉。他总结到，如果你影片开头没有匹配到你缩图和标题设定的期待，那么就会失去大量的观众。你开头还需要解释，并且告诉观众影片的最后会是什么。MrBeast 的每一部影片都会在开头的时候解释给观众一些影片的基本信息，并且会告诉观众在影片的最后他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第三点就是你要告诉观众为什么要看接下来的内容。影片开头需要抓住观众注意力，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看之后的内容，这样他们才会继续往下看。你还需要快速进入正题，你的开头不能够太长，你要把前面3个要素做到简洁明了，快速进入主题内容。除了开头之外，你还需要重视故事叙述。一部影片如果有好的故事叙述能力，那么这部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就会提高很多。如果你影片想要有好的故事叙述，这就要求有个容易理解的目标。你需要让观众知道为什么要看这部影片，看这部影片的意义在哪。你的内容需要始终和话题统一，不能够偏离的主题。你还需要去除掉无用的信息。你的影片里面不需要加入一些无用的信息，你只保留有价值的内容，这样才能够让你影片变得更加精炼，观众更容易理解，保持他们注意力。除了开头、故事叙述之外，你的影片还需要有一个结果。第一点就是你需要明确、容易理解的目标。你在影片的开头给观众设定的期待，在影片结尾的时候，你要实现这个承诺，满足观众这个期待。你还需要建立期待值，你的整部影片都需要为这个结果让观众建立这个期待值。随着影片的进程，观众的期待值就越来越高，这个时候你这部影片的续看率就会高很多。但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结果需要在最后揭开。影片的结果只能够在影片的结尾告诉观众，如果在影片的中间就告诉了观众，那么一旦观众得到了这个结果，他们就会认为其他信息不重要了，就离开你这部影片，那么就会导致这部影片的续看率就会下降很多。MrBeast 还分享了一些心得给所有的创作者，如何让影片成为爆款影片。他说，你需要让观众喜欢你的影片，影片的观看数很重要，同时影片观看后的问卷调查也非常重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会在你 YouTube 首页上面会跳出一个问卷调查，会问你是否喜欢看你之前看过的影片。但有越来越多人在填写问卷调查的时候喜欢这部影片，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认为这部影片值得推荐给更多观众观看。如果一部影片有很多人看，并且平均观看时长也很高，同时观众的问卷调查也有很多积极反馈，那么这部影片就会很容易成为爆款影片。他还说到，认真思考新观众的观看体验，优化他们的体验，让他们观看更多的影片。你可以通过系列影片或者播放列表来帮助观众观看更多的影片，停留在YouTube上面更长时间。这不仅能够告诉 YouTube 你这个频道是一个优质的频道，同时也会更容易帮助你和观众建立起信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到，建立期待值能够影响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例如，你有个系列影片，当观众观看了第1集，他们就会想要看第2集。在这中间等待的过程中，观众就会建立起很高的期待值。那么当第2集出来的时候，很多观众就会点击这部影片，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就很高。他提到一个帮助频道更快成长的方法，就是延续频道里面已经成功的影片，做出更多类似话题的影片。这样做能够帮助你频道更快速的成长。例如 MrBeast 做出了一个24小时挑战的影片，这部影片非常成功，那么就能够想象，如果他做一个48小时挑战的影片，也同样会很成功。因为第一部影片已经验证观众喜欢观看这样的影片，如果你再做出类似话题的影片，那么同样的观众也会依然感兴趣。接着他又说，巧妙的利用公众人物能够提高点击率。最直接的证明就是我的这部影片使用了 MrBeast， 如果有观众喜欢 MrBeast， 就会好奇这部影片，就想要点击观看这部影片。所以在你缩图上面展示出一些人们认识的公众人物，会让观众更有欲望想要点击观看这部影片。其实想要让影片获得更多流量，无非就是让更多观众点击观看这部影片，并且尽量让他们观看完这部影片。如果你影片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是很有可能成为爆款影片的。希望今天这期影片分享的 MrBeast 的成功秘诀，能够让你知道你的影片应该注重哪些因素，会让你制作影片的时候更有方向。如果想要让你影片获得更多观看量，去帮助你更快达到4000小时观看时长，去开通广告收入，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欢迎对我频道。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入票使用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